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今天想给大家来个复盘，主题就是《狼殿下》。其实这部剧早在11月19日就上线了，还是一夜全播那种，播出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。但神奇的是，它的热度一直没有消失，甚至一度创下多项纪录。这不，年末的电视剧大赏，《狼殿下》就凭借9600多万票直接锁定第一名。虽然还没有到最后关头，但和第二名锦衣之下形成了8000多万的断层，这差距，第一名毫无悬念。肖战也成功凭借急冲喜提2020人气男性角色，与第二名任嘉伦饰演的陆毅形成了一个差不多1亿的断层。女主李沁也稳居2020人气女性角色第2名，顺利拿下年度最圈粉电视剧称号。不仅人气居高不下，从最近的网剧弹幕数榜来看，狼殿下的成绩也不错。排名第一的是《终极笔记》，弹幕类型的电视剧向来自带热度，这个咱们没得说。第二是《黑白禁区》，第3就是《狼殿下》了。看到这儿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说，狼殿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肖战的顶流效应。但仪态真的想问，只是因为肖战吗？本着不吹不黑的原则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剧到底配不配得上第一这个名头。说实话，剧情狗血是狼殿下最大的 bug， 积压3年一口气放出49集，这个操作原本让人觉得很惊喜，但一点开，仪态尴尬的脚趾头能挖出一座凡尔赛宫殿。实在想不到2020年居然还能看到如此狗血的霸道总裁剧。女主一来就上演了一出从高处掉落的戏码，男主在下面公主抱，紧接着又因为不解释的误会，二人光速分手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多年后，二人重归故里，又多次擦肩而过，公主抱、误会、错过，偶像剧3大狗血要素全部集齐。两位主角还在恋爱脑与事业脑中反复跳跃，经常上一秒国仇家恨，下一秒就陷入虐或宠的恋爱小火苗里了。除了老掉牙的剧情，台词也足够雷人。就说王大陆站在荒野中，一脸凶狠地对怀里的李沁说：“你要是再有逃跑的念头，那就别怪本王在这荒山野岭要了你。”还有急冲，马摘星，你知不知道你在玩火？这虎狼之词虽然有诸多槽点，但这样一部剧如果放在3年前，一定有大爆的可能，因为它能借的东风实在太多了。别的不说，就说3年前《兰陵王》热播，《狼殿下》作为王系列的第2部，如果能顺利播出，多少能沾点光。但放在当下，魅力却大打折扣。二来是当初开机的时候，王大陆因为《我的少女时代》在内地爆红，各种资源抢着要，完全是无可争议的男1号，有了他的加持，多少能赚回人气来。但剧方一压再压，一直拖到了2020年，3年间圈内早已风水轮流转。如今男主王大陆的热度已经趋于平稳，反而是当初男二肖战的人气暴涨。不过要是赶在肖战拍完《陈情令大火》的2019年播出，可能还有机会大爆一把。毕竟当时肖战已经成为新一代流量小生，还正处于上升期，片方可能也看到了这一点，快马加鞭的修改了剧本，还在宣传上费足了心思。如果单看当时的宣传，你会以为肖战才是唯一的主角，可现实总是如此的残酷，片方还没等到肖战下一次大爆发，却等来了227事件，这一下又华丽丽的错过了一次大爆的机会。只能说狼殿下真的太难了，剧情狗血加台词雷人加一压再压，硬伤太多，几乎很难爆了。但片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出奇招，直接一夜全播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狼殿下在零宣传零预热一次性全播的情况下炸了，播出40天评分达到及格线，话题度热度赚了个够，甚至有了与其他古装剧 PK 的资本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再回到开头的问题，狼殿下能有现在的成绩，真的只是因为肖战吗？一部成功的剧，演员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但除了演员，播出时间、配音、取景、拍摄手法也很重要。狼殿下能在剧情狗血、台词雷人、一再测试播出2季的情况下，把口碑挽回到 6.2， 除了肖战还有这些原因。一是背景能打，狼殿下的起点很高，出品方是手握庆余年的新力影视，而且几乎是同时套拍，从台前幕后都有重合，掌舵的是大名鼎鼎的陈玉珊团队。陈玉珊被称为台湾偶像剧教母，我们大陆的破圈之作《我的少女时代》就是出自她之手。
兰陵王成功后，狼殿下也成为王系列中的第2部作品。2是实景养眼。这2天有匪的抠图画面被炒得很惨，剧情场景不是山寨就是小树林，满屏都是让人出戏的人工绿植。土匪窝里的是发财树，街头贩卖的多肉盆栽，大门口的绿萝，分分钟把人从武侠世界拉进一个花木市场。从抠图受到大量吐槽之后，实景拍摄成为不少古装剧的噱头。但实景拍摄也不是所有团队都能把控得好的。狼殿下可以说是近5年里为数不多的能把实景完全利用起来的古偶剧。就说女主马摘星与男二吉冲第一次告别的镜头，愣是把平平无奇的宽阔平地拍出了美感。还有吉冲坐在树顶那段，直接来了个俯拍，松树也完美入镜，真的绝了。据说他们还在香格里拉、玉龙雪山、普达措国家公园进行了取景，果然一切都是值得的。3是打戏精彩。打戏几乎成了近几年古偶剧的软肋之一，不少剧都因为打戏让人诟病。远的不说，就说与狼殿下同期的燕云台那段草原上的打戏，连替身都暴露出来了。后面的大混战更是没眼看，将近20个人围一圈，每人一把长枪疯狂捅刺，可女主角连人加马，愣是连点皮都不带破的。除了尬打，也有靠打戏出彩的，就像《一寸相思》里的双剑合璧，还有《楚乔传》里的精彩 battle， 以及《锦绣南歌》里的离歌刺杀彭城王的部分都很有看头。狼殿下里的打戏也值得称赞，虽然招式不够细腻，但也打出了符合故事风格的粗犷美。4是配乐细节戳人。狼殿下是陈云山团队与耀客合作打造，还有超强的配乐渲染力，细节镜头把控都被保留了下来。不管是当时看还是现在来看，在剧里的效果都十分突出。就说蔡依林献唱的片头片尾曲上来就把人抓住了，剧里的很多原唱 BGM 在几位主角出场和一些关键的节点恰当渲染，把大家的情绪充分调动。国王在发现埋伏时还给了一个手部特写，是他和属下的肢体互动，这样一个小细节被放大，再加上紧张的音乐，一下就把那种一触即发的战争紧迫感衬托出来了。5是演技在线，配角给力。王大陆、李沁、肖战等主角演技不拉胯，姚姬、马静、宝娜公主等配角的人物设定演技也非常值得肯定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部剧的配角甚至比主角更精彩，个性更加丰富多彩。正是有了这些，才形成了1+N 的巨大合力，让狼殿下在21万人打分的情况下开分 6.2， 顺利跨过及格线。时隔40天再回头看这部剧的场景演员，依然让人印象深刻。也许就像那句话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所以狼殿下即使没有在最容易爆红的时期播出，还是用硬核实力征服了我们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好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